少一点肉。好。王爷，这是我自己研究医书研磨出的方子，你试试看。它就算没什么用，也不至于喝出毛病来。趁热喝了。喝了吧。多谢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在我胳膊上试吧。啊，我有点饿了，你帮我去做点吃的吧。我不会炸的，放心吧。放这边吧。我来。针灸药律。王爷，王爷，直墨直接，快叫张院士来！快，老贾，你小心。王爷怎么了？您快看看。王爷。哎呀，这病来得太凶了。那王爷他？我刚看他的脉，恐怕不能再拖了。那子午12针，你可学成了呀？我现在只能说是刚入门，但是为了他的一线生机，我别无选择了。王爷，这怎么会这样？明明一针都没有做。哎呀，医学之道可从来没有什么十拿九稳之说呀。圣母大人，你已经尽心尽力了。可是我……
的存在与我，就像这天上的月亮。我只可远观，我从来没想过，有一日，这明月会照向我，照向我这方寸之地。可是流言，如果你真的就这样死了，未来或许在我垂垂老矣的某一日，我会回忆起你。但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不过只会变成这水中月，镜中花。无论我们曾经多么美好，那也不过是我人生的过客。你就真的甘心吗？你说可不可笑？其实真正不甘心的是我自己。所以我求求你，一定要好好的，不要丢下我。王爷，你醒了。我以为这样会让你稍难过一些，可是当我自己在鬼门关走过一遭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一切都是适得其反，这反而让你更加的痛苦，而我一时心有不甘。在半睡半醒之前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就算要死，也不能带着这种不甘和遗憾。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字？好，但是不要走，好不好？你还赶我走，实在是太讨厌了。我最讨厌本王是天下第一好的讨厌鬼。
解了，解了。那华阳散、圆罗花的毒素啊，这回全都解了。明白了，我去看看王爷。好，赶快去吧。太好了。王爷，都好了，都好了。北周南孙，100年的王朝，1000年的世家。那我南陈皇室算什么？于他们而言，王朝更迭不过是另一个王朝兴起罢了。在他们眼中，没有忠君爱国，更没有百姓苍生。他们所做的一切，不过都是为了自己家族的绵延。不错，他们不是一直想往陛下的后宫塞贵女吗？究根到底，就是想通过联姻，编织出一张如蜘蛛结网一般庞大而无形的利益网。这群混账，这是当真是筹码不成？可是联姻，在世家的手段当中，根本不值一提。陛下可知，世家对于我南陈真正的荼毒是什么？你说。其一，垄断治学。读书写字，于世家子弟而言，稀疏平常的事；可是，于平民百姓而言，却是高不可攀。不读书，更没有恩印制的庇护，就只能永远的在原地踏步，世世代代循环往复。其二呢？其二，垄断土地，世家吞并了大量的良田，把它们租给农民耕种，租金至少要5成，农民辛苦耕种1年，却只能勉强温饱。若遇上天灾，就只能卖儿卖女，乞讨为生。其三，把持朝政，这一点，臣不用给陛下解释了吧？但是6部高官，有多少出自于世家大族，陛下应该比我更清楚。陛下却当成是危言耸听，如此下去，也许就连南陈的根基都会被世家所动摇。世家不除，必有后患。当初在小清宫初见，我们帝王殿下可是矜持的很呢。我让你脱衣服，你还凶我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你说怎么脱便怎么脱，本王都听你的。还不赶紧下水，小心着凉。你在鬼门关走过，怕是不止一遭吧？过去了。
风景真不错。我想好了，等我告老还乡之后，我就在这儿种几垄菜，再养一些鸡鸭。还要养鸡养鸭？那这味道该多重？味道重，那当然是你来清理了。那还是让执剑执墨来吧。执墨？执墨可不行啊。为什么？我们家巨力那么爱干净，这执墨身上要是沾了什么味儿，巨力该不开心了。不行。那就只有辛苦执剑了。我看可以。哦，我忘了，我厨房还煮着粥呢，我赶紧去看看啊。王爷粥糊了，我们出去吃吧。来，这个给你多吃一个。这么多？怕你吃不饱。好喝。来，多吃一点。哎，藕好吃。哎呦，你俩可真恩爱呀！一看呐，就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吧？大娘，我这夫君身体柔弱，麻烦您再给他来一碗馄饨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我是高兴，突然从一个外室变成了夫君，这简直是意外的惊喜。快多吃点。诸位，咱们书接上回，要说咱们南陈的军神，非定王殿下莫属。想当年，他自请挂帅，征战北凉，于乱军丛中杀了个7进7出，将10万铁骑搅得是天翻地覆。谁不说咱们殿下那是勇冠3军，所向披靡？哎，王爷，当时他们都说您是以一人之力拿下了北凉王庭，你快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其实也没什么。当年我捉了胡尔塔，对他如带上宾。哦，就是制造出胡尔塔投敌的假象。北凉王一直忌惮他功高盖主，我就故意把胡尔塔送回了北凉。坐实胡尔塔投敌，然后让北凉王有了除去眼中钉的理由。没错。后来，北凉王除掉了胡尔塔，但胡尔塔的部下都非常的愤慨。然后您就趁机打了北凉一个措手不及，再把北凉王庭一举拿下。如此，可教也。我们家王爷不愧是用兵如神的南陈战神。对了，王爷，你以后不会用这些兵法来对付我吧？为夫我柔弱不能自理，怎么敢呢？快多吃点，多吃点就不柔弱了。石墨，你把我叫出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徐离，怎么了？没用，太没用了。出去别说是我弟弟啊。给。
这是木瓜做的。啊，都说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。这实在挺甜的。郭觉得这姑娘怎么回事？脑子里全是吃的，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解风情的女子。他们都是因你而死。哀家得到了你的新军图，正苦于送不出去，可天助我也。薛孝堂抓住了一个北凉暗探，行军图还是到了北凉人手里。你说，这是不是天意？怎么出了这么多汗？没事吧？我刚刚又梦到宫变那日的情形。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只是宫变那日，我悲愤交加，无心多想，方才回忆起来，觉得这里面很不对劲儿。哪里不对劲儿？太皇太后曾说过，她得到了行军图之后，却送不出去。刚好那个时候，薛孝堂在军中抓住了北凉的奸细。可是薛孝堂一直身在军中，他是如何能得到奸细的线索的？他背后肯定有人暗中相助。所以说，车马河之败的幕后黑手不止太皇太后一人。不只是车马河之败，还有偷换遗诏，这其中肯定是有人作梗。可是，能接触到遗诏的人，必定是深受先帝信任之人。这么看来，也没有几个人啊。一直陪伴皇兄20几年的总管太监，在皇兄死后自尽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原以为他是忠心殉主，现在看来没这么简单。我一定要找人彻查此事，如果可以，我真想与你一起归隐在此，直至白头。听王爷的意思，是要回定京了？别傻了，我怎么可能让你一直在这陪着我呢？况且，现在朝堂里有人暗搅风云，我也绝不能坐视不管。好，那咱们就一块儿回去。我相信，有朝一日，咱们也会一起回来的。陛下，这是工部孙尚书呈上来的折子。这不是陛下的主品。朕还真是养一帮好臣子，处处替朕分忧，恨不得替朕当家做主呢。陛下，世家恩义本就是朝廷的恩泽，但日子久了，
这恩典在他们的心中倒成了应得之物。就好比威风惯了的狐狸，竟忘了究竟是仰仗着谁的威势。这帮杜仲已经占据了朝廷的半壁江山，若朕再不做点什么，怕是连这南辰也要被诛。